各位朋友，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敦煌一个县级的媒体招聘一个洋主播的事儿，这个洋主播还在反华的智库里边工作过，还有过署名的成果。大伙说他没准儿就是派过来的间谍啊，这个咱没有证据啊。反正这个事情在中国呢，这个中国的网友群情激愤，现在呢是顶不住压力了啊。刚刚传来的消息是，这个洋主播自己说啊，我不跟你这儿待了啊。但是呢，当地的媒体可说呀，啊，他是合格的，我们招聘他那个是合法的。当地媒体没说不聘用他，而是这个洋主播自己说我辞职了，我干不了了啊。那这个事情呢，虽然是以这个洋主播离开为一个结束，但是呢，中国的网友和大 V 们可不依不饶啊，说你这个媒体你有问题呀。为啥呢？这个县级媒体他就没有资格聘用外国人当主播，明显的是违法的，这是一个硬性的门槛儿。而且啊，这里边的猫腻，中国网友说不能放过。敦煌相关部门向媒体证实，当地融媒体中心拟聘的外籍主播谷爱华已放弃聘任资格，同时澄清年薪90万的说法，称90万元并非年度薪酬，实际拟发放的每年工资待遇为税前30万元。聘用期间，每年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生活补助3万元，连续发放10年，共计30万元。聘用满3年且在本地购房的，一次性给予购房补助30万元。若聘用未满10年，需退还部分补助，实际年度薪酬为税前33万元左右。另外，针对网友反映的先上岗后公示履历争议等，当地已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。单位一年挣100万，花90万请一个人，敦煌这笔账是怎么算的？谷爱华，美国籍，24岁，耶鲁大学毕业，今年4月来到敦煌，成为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实习主播。7月16日，拟聘用公示贴出，待遇如下：年薪30万，生活补助30万，分8年发，购房补助30万，外加配偶安置，子女入学，算下来总和约90万。90万在敦煌是什么概念？甘肃乡镇公务员一个月到手4000出头，年收入5-6万。敦煌景区服务中心的在编人员人均年工资14万。一个干了10几年的本地工程师，一个在敦煌熬了大半辈子的语文老师，一个每天扛着摄像机跑戈壁滩的融媒体老记者，一年拿的钱不到90万的一个零头。24岁的谷爱华刚出校门就拿走了这份钱。同一份招聘公告上写着，国内双语人才如果符合条件，年薪20万，外籍主播30万。同样是双语，同样是播音主持，一张外国脸贵了10万。谷爱华的履历不算复杂，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专业，中文流利，在短视频平台上介绍敦煌文化。但网友扒出来的东西让事情变了味。他在美国一家保守派智库实习过，这家机构长期输出涉华强硬观点，业内公认立场偏保守。一份相关研究报告的致谢名单里有他的名字。除此之外，他赴台参加过研修，社交账号上的一些内容也引发了持续讨论。解释很快就来了，只是基础实习，负责资料整理，没有参与核心观点撰写。问题在于，敦煌融媒体是事业单位，招一个外籍主播，岗位性质是对外文化传播，日常接触的都是敦煌的一手影像资料，面向海外平台发声。这种岗位放在任何国家，背景审查都是标配。一个在保守智库待过、涉台论文署过名的人，进入中国西部重镇的对外宣传口，政审怎么过的？标准是什么？谁签的字？这些问题到现在没人回答。谷爱华4月就到了敦煌，穿上了融媒体中心的工作服，站到了镜头前。官方账号发布了多条以他为主角的短视频，多家媒体推出了他的专访。新华社的报道里称他是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的实习主播，但拟聘用公示是7月16日才贴出来的，先工作了3个月，再走招聘流程。招聘公告原计划招2个人，公示时变成了3个，多出来的那一个正好是谷爱华。有消息说，谷爱华不是通过公开渠道投递简历，是中间人牵线搭桥。公开招聘最核心的东西叫机会均等，所有人投简历，统一考试，择优录取。当私人推荐、名额调整、先上岗后公示叠在一起，那条线就模糊了。7月23日，公示期结束，当地成立了调查组，说这2天就出结果。
截至发稿没有下文。官方的说法是文化出海，敦煌要走向世界，需要一个懂海外语境、能用外语讲好丝路故事的人。这个想法本身没错，但你忍不住想问一句话：国内精通双语、深耕敦煌历史的人少吗？每年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几万人，英语流利、形象好、专业过硬的双语人才，挤破头都进不了一个县级融媒体。兰州大学、西北师大就在甘肃，敦煌学的研究做了几十年，培养了无数熟悉莫高窟、懂丝绸之路的年轻人。他们等来的不是岗位，是一张公示。对不起，我们花90万请了一个美国人，不是不能请外国人，是当你把90万拍在一个外国面孔上，转头告诉那些本土的、学了10几年播音的、背了半辈子敦煌壁画的年轻人，你们不够格的时候，那已经不是用人策略的问题了，是不相信自己的问题。2000年的敦煌，飞天壁画、藏经洞、丝绸之路，哪一样不是中国人自己手下来的？到了今天，说要把他的故事讲给世界听，非得先找一张外国脸。直升机啊，直升机，高级的这个旅游，这也是我们敦煌的低空经济，登上我们的乘上我们的这个直升机啊，还有滑翔。在我的老家，这叫高空经济，这已经是高空了。我们不会飞得太高，因为我们只会在低空，然后俯瞰整个鸣沙山月牙泉。因为我们常常看那个鸣沙山月牙泉都是在山上，其实山上还是一个平面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它的上方去看的话，就能看清楚我们的鸣沙山里头这个月牙泉就是一捧月牙的形状，特别漂亮，而且它是自然形状。我觉得去上这种直升机啊，或者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活动，这个滑翔机啊，去俯瞰那个月牙泉，应该有多么美，想象不出来。对，看我们这会儿这么多的游客都在往这儿走啊，咱们要不来个互动，抓一个，来，给你抓过来了，你好，在我们中间吧，我们请，非常荣幸。哎呦，没有，还没有。我们一直特别关注。啊，是吗？谢谢。哎，您说我的普通话特别好，今天听了咱们这个外国人说普通话，您感觉怎么样？非常标准。我的这个外国人的普通话还是有点不标准的，有点不标准。而且我发现你还用了一些词汇。谷爱华放弃了，敦煌那个外籍主播不来了，闹了半个多月，终于画上句号。但走了之后，该查的还得查。招聘名额为什么从2个变成3个？先上岗后公示的程序漏洞谁来补？零智库实习履历证人到底核查了什么？据央视新闻报道，敦煌市融媒中心拟招聘的外籍主播谷爱华已放弃聘任资格。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动接受，这个结果对双方都是相对体面的。他表明，无论对方愿不愿意，都接受这个结果。同时表明，敦煌方面无论压力多大，无论前期做了哪些工作，表达多少热情，做了多少承诺，公众的声音听到了，及时纠正，立即止损，骑虎难下也要下，敦煌姿态值得肯定。同时略感欣慰的是，媒体、网友包括本人在内的强烈建议和评论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回头看敦煌回应，说清了几个疑点：90万不是年薪，实际税前33万左右，包含五险一金，每年发放3万元的生活补助，连续10年，聘用满3年且在本地购房，一次补助30万，不满10年部分退还。账是算清了，但公众未必买这个账。西部一个县级市，这个待遇已经是无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更何况国内双语播音主持人才不稀缺。我敢说，同等待遇公开招聘，简历能把敦煌的邮箱挤爆了。但这件事，薪酬确实是问题，但它只是表象，核心是2件事：一件是程序正义缺失，公开招聘招2人，最后公示变3人，新增的定向给了谷爱华，而且是先上岗后补票。无论此人有没有编制，但是走体制招聘程序存在严重漏洞。第二是核心中的核心，谷爱华的履历背景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此人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实习，这家智库长期持强硬反华立场，频繁炒作涉台、涉疆等敏感议题。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鼓吹涉台议题的研究报告致谢名单中。这样的背景能站上中国官方融媒体的对外传播窗口，让人难以想象政审怎么过的。
我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，敦煌回应落笔中写的是针对个别网友反映的招聘合规性等问题，当地已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坚决予以纠正，依规追责问责。实际是个别吗？我看不是，而是一场全网关注的重大舆情。而这句招聘合规性等问题，一个等字把公众热议的重点问题淹没了。我想特别提醒的一点，程序正义并不是这起事件的核心点，它只是一个附加问题。真正核心矛盾的点是谷爱华本人的政治倾向和言论背景。普通的公众都知道，融媒体是对外宣传中华文化的前沿阵地，意识形态安全永远是第一道防线。敦煌的问题在哪里？既没把控好薪资的高度，更没守牢宣传阵地的安全底线。谷爱华公示后，面对公众反映他有过反华智库实习经历，名字出现在涉台报告感谢名单中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回应称，已进行背景调查，暂未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。但网友随手一搜，就搜出这么多的疑点，确实让人难以置信，更是难以放心。谷爱华无论是真爱华还是假爱华，他想传播中国文化，路径还有千万条，正规文化交流、学术访问、民间友好往来，哪一条走不通？做文化学者、文旅嘉宾、文化交流使者全都可行，唯独不合适跻身在官方融媒体的主播岗位。为什么？他自己应该很清楚，他效力的国家美国在关键岗位对外籍人员的审查比我们严苛的多，多少华人在美国被赶出来卷铺盖走人啊，他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反过来，谷爱华如果仅仅取了个爱华的名，没有一颗爱华的心，咱们就算不请他，他也会不请自来。该来的总归也要来。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着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但逐流也想混进来。我的观点是，对外宣传阵地、舆论安全岗位背景存疑的人，绝不应该大拉拉处高薪请进来。别了，谷爱华。爱华这个名字喊得再响亮，叫得再近乎，都抵不过一份涉台报告致谢名单上的真灵实性。这场风波给所有对外开放城市提了个醒，大门开了，进来的可能有人才，可能也有暗流涌来。因此，对外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，但宣传阵地的围栏、安全审查的红线一定要住得硬硬的，守得牢牢的。咱们可以包容多元交流，但舆论阵地的大门永远只向真心知己敞开，绝不留给风险试探。我们也看到了啊，这个央视对此也要追问啊，说这个事情你给成立一个调查组，得给我们公众交代明白了。那中国的大 V 们啊，汤家凤就追问说，这个事儿不能完啊，有明文规定啊，这个你没有权利招聘外籍人员啊，这种不合规的行为是谁批准的呀？为什么招聘名额从2个增加到3个呀？有没有批文啊？媒体跟一般的企业不同，是宣传的重要阵地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。你们这么多的违规行为，有个交代吗？为什么这个谷爱华都以敦煌融媒体的主播身份参加会议，进行各种采访，都3个月了，权威媒体都进行报道了，但是公示期竟然是3个月之后。公共环节是社会监督和排查风险隐患的关键环节，谁动用权力让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发生的呀？新闻媒体是非常敏感的部门，按道理政审应该是非常严格的，尤其是海外人员的背景更加复杂，有没有严格背调啊？网上还有一个传闻啊，如什么明委有参与招聘的工作人员3次风险提醒都没有得到重视，这是传闻，但是你要进行调查，给大众一个交代，对吧？按道理他关都过不了，但是竟然关都过了，这些不合理的现象理应对社会做出交代，对吧？而且呢，鉴于谷爱华的背景及种种异常现象，呼吁国家安全机关介入调查。人虽然是走了，但这个事儿可完不了啊！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聊。